俗话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可见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如果你吃饭时有这3个坏习惯，就要注意了，很可能会使寿命大打折扣。1. 吃饭吃太饱。1日3餐建议大家呢都不要吃得太饱，尤其是晚餐，因为吃太饱不利于肠胃消化和吸收，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而且吃太饱睡觉也会给身体造成伤害，不利于长寿。2. 吃饭太快。很多人吃饭吃得很急，狼吞虎咽的，这样食物呢没有被嚼碎就吞下了，也容易增加肠胃负担，损害身体健康。所以建议大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，这样肠胃才会更健康哦。3. 吃太烫的食物。经常吃太烫的食物很容易伤害口腔和肠道，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病风险，所以大家吃饭时不要太急，等食物凉一点吃比较好。这3个习惯不知道你中招了吗？如果想要健康长寿，平时要多保养身体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也可以呢常喝蒲公英茶、苦荞茶，有助延年益寿哦。都害怕衰老，大家都知道。那当衰老时啊，不仅面容会有所改变，身上也会有一些表现，但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还算年轻哦。1. 肚子变大。女性朋友的消化功能和新陈代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，这样身体呢就容易堆积脂肪和毒素，尤其堆积在腹部，就会导致肚子变大。2. 臀部变大。年纪大了，女性体内的胶原蛋白会减少，肌肉呢也没有以前紧致了，所以臀部就会下垂，这样臀部就慢慢的变大了。那除了上面2处变大，还有1处会变小，那就是肺活量。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，但如果你出现上楼时气喘吁吁，稍微一运动就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就说明肺活量变小了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哦。衰老时3个地方会表现出来，一点都藏不住。第一个，头发变得稀疏。女性朋友如果发现自己脱发严重，头发越来越少，那么这可能是你开始衰老的表现，需要好好的保养了。第2，脸色变差。如果发现自己脸色变差，皮肤暗淡没有光泽，并且开始出现皱纹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。第3，臀部松垮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体内雌激素分泌会减少，胶原蛋白也会开始流失，这样臀部呢也会失去弹性，出现下垂松垮的情况。若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也是衰老的信号。如果不想自己衰老得太快，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坚持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这样或能让你保持年轻哦。3升高，全身受罪，多喝益水，吃凉果，有助排出尿酸，少痛风。第1，蒲公英根泡水。蒲公英根含丰富的钾元素，有利尿、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可以使尿酸排出体外。第2，樱桃。樱桃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花青素、维生素以及红色素等营养物质，经常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尿酸排泄，能减少痛风的发生。第3，榴莲。榴莲被誉为水果皇后，也含有丰富的营养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和维生素 C， 那经常吃能够抑制尿酸沉淀，加快尿酸排出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不过呀，不要吃的太。脾胃乃后天之本，如果脾胃功能不好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精神状态不好、身体差的情况，所以呢，要好好的养脾胃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。那最简单的呀，就是敲打脾经了。脾经起于足大趾内侧端，这样往上，也就是呢小腿前内侧，一直到膝盖处。我们可以重点敲打这一段的脾经。敲打时手握成拳，不论方向，力度适中的敲打，每次敲打100下，左右腿都要敲打。最好在早上9点到11点敲打，因为这段时间脾经最为旺盛，敲打效果呀会更好。那经常这样敲打脾经，有助疏通经络，补足气血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脾胃虚弱、湿气重是现在人的通病，大多呀是因为平时不运动，喜欢吃生冷油腻的食物。那中医认为脾虚百病生，所以要好好的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个动作。第一个，按摩阴陵泉穴。阴陵泉穴属足太阴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，在我们小腿内侧、胫骨内侧下边和边缘之间的凹陷处。
按摩阴陵泉用拇指指尖点按就行，每天点按5分钟，早晚都按一次，经常按对脾胃都有好处。第二个，踮脚走路。踮脚走路也有很好的健脾胃、去湿气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在走路时踮起脚走，或者踮脚跑步也行，这样可以刺激到胃经和小腿后面的承山穴。每天坚持走15到20分钟，可以使脾胃变强，让湿气跑光光。话说养肝就是养健康，可见肝脏的重要性，所以平时要多注意肝脏的保养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农村的叶子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这种叶子就是桑叶了。大家都知道桑叶有养残的作用，其实桑叶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那桑叶中含有一种生物碱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肝不好的人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能帮助肝脏排毒，减轻肝脏负担。除此之外桑叶还可以和枸杞还有葛根一起泡水喝，那养肝效果会更好一些。那当然上了年纪后肝脏功能会下降，这时就更应该好好的养肝了。大家不妨试着常用桑叶泡水喝，那平时还要注意不要熬夜，不要生气，坚持运动，这样肝脏健康，人才能健康长寿。前列腺是男人的生命线，如果前列腺不好，就可能会有尿频、尿急、尿痛的情况，所以男人要保护好前列腺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有助前列腺健康。这个动作就是敲打腹股沟，那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堆积毒素和堵塞的地方。敲打这里时，双脚分开，比肩宽点，双腿微微弯曲，然后手握成拳，敲打腹股沟。敲打时力度适中，自己感觉舒服就行。每次敲打100下。每天可敲打2到3次，那经常敲打这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堵塞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很大帮助。那男性朋友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呵护自己前列腺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尿酸偏高，是不能吃含嘌呤高的食物。那可以吃哪些食物呢？不妨在秋后常吃一些碱性食物，对促进尿酸排泄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茼蒿。茼蒿是生活中常见的碱性食物，含有的营养物质比较多，其中含有的钾元素对降低体内尿酸含量有帮助。那入秋后尿酸高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茼蒿，对促进尿酸排泄和软化血管都有一定的作用。苦苣，苦苣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。苦苣也是一种碱性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以及钙、磷、铜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具有利尿消肿、健胃消食的功效。那对于尿酸高的人，经常的吃一些苦苣，也有利于促进尿酸排泄，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并认为秋季是养生的好时机，很多人喜欢每天喝一杯枸杞水养生。其实除了枸杞水，还有一些食材经常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肝补肾的作用，效果可是比枸杞水还好呢。黄芪水泡水喝。黄芪是生活中常见的中药材，经常用黄芪泡水代茶饮，有很好的补气生阳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女性经常喝，还有调理气血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所以肾不好的朋友用黄芪水泡水喝，肾脏也会感谢你哦。蒲公英泡水喝。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生活中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滋养肝脏的作用，对缓解肝火旺盛也有一定帮助。到了秋冬季节，秋天天气干燥，所以要防止秋燥，尤其是老年人要多注意身体。秋天也是养生的好时候，不妨多喝2款茶，可以帮助增强体质、去燥润肺。桂花茶，桂花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很香的气味，桂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茶饮。桂花茶具有温补阳气、养阴润肺等功效。秋季多用桂花茶泡水喝，可以起到养肺祛痰、排毒、缓解口臭的作用，而且对肠胃健康也有帮助，很适合经常吸烟的人饮用。乌龙茶。乌龙茶又叫清茶，是我国特有的茶类，喝起来滋味淳朴，回味甘甜，是很多人喜爱的。乌龙茶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具有生津止渴、延缓衰老的功效，而且乌龙茶不寒凉，很适合干燥的秋天饮用，可以帮助缓解口干舌燥、咽喉肿痛。
有很好的润肺、防燥、抗秋乏的作用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